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己，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己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，发展的这么快，世界呢变得这么样的这个丰富多彩，各种这个媒体呀，各种娱乐啊，各种游戏呀，各种电影啊，各种科技产品啊，可能我们未来还要出现什么虚拟世界啊、人工智能啊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对外在的世界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了？我们能够跟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在过去呢，在这个科学不发达的年代，我们可能因为很多人睡得也比较晚，可能就会睡得比较早，或者是晚上呢，我们还可以在外边乘乘凉，几个人聊聊天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然后呢，还可以呢看看夜光，赏赏月，然后喝杯茶，然后聊着聊着就打瞌睡了，打了瞌睡就去睡觉了，那现在呢，情况是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，还是你看你的手机，我看我的手机。所以每个人啊，都被这个外在的，我们经常出去，在飞机场也好啊，在火车上也好啊，每个人都是一个手机。那80%-90%的人除了睡觉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基本上很难跟自己在一起，基本上很难让自己的心能够歇下来，能够静下来。能够让这个心跟自己在一起，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跟自己在一起，我们甚至已经没有休息的能力，所以人类对自我的这种迷失越来越深。因为人对自我的迷失越来越深，人的精神就会越来越不正常。人的精神越来越不正常啊，那我们想一想，现在这个世界这些科技这么发达。这个神经病太多，你们不觉得很危险吗？真的是非常危险。很多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，也不是说这个当事人他一定就是想着怎么样，想着要去伤害别人。事实上，就是因为他的精神不正常，做出很多这些不正常的举动。所以未来就是说，我觉得佛教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找回自己，帮助我们去建设我们的一种健全的人格。人其实也是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它需要如何去建设，人格需要怎么去建设。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们对物质世界这个不断的在研究，但是我们始终不了解自己，我们不了解自己，所以我们越来越没有幸福能力。我们人的问题越来越多，但是东方的智慧，尤其佛法的智慧，它的作用就在于是帮助我们从认识自己、找回自己，建设一个健康的心态，建设一个健全的人格。所以佛教的信仰呢，跟一般的宗教信仰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很多一般的宗教信仰都是向外求。当然，包括对佛教的信仰也存在这种情况，很多人信佛，他就是在不断的在向外求。但是我经常也在说，我说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的信仰将会逐步的内化，因为我们已经觉得外在的东西呢，我们已经该有的都有了。可是呢，我们会发现很多人，我们对人生的这种迷惑越来越多，人为什么活着？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以及人内心的烦恼越来越多，所以未来的信仰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一方面需要通过教育来帮助人们解决人生的困惑，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禅修来帮助人们平息内心的情绪、负面情绪和烦恼。我觉得未来的宗教信仰它应该要扮演着这样的两大角色。我觉得佛法它的职能，真正的职能，事实上就是做这两件事情。一方面以它的智慧觉醒的教育，去帮助更多的人去解决生命的迷惑，从永恒到现实的迷惑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修行禅修，来帮助我们去如何去平息内心的烦恼，去找回自己，
然后呢，进一步的如何去造就一种健全良好的心态、健全的人格，然后最后真正就是成就一种高尚的生命品质，真正的成为一个最美好的自己，就是那么佛法的所有的修行，我们看到三藏12部典籍，其实我们学佛不是说我们需要去向外去追求，去向外去建立一种依赖，其实不是的。像佛教讲的三宝，我们以三宝作为皈依的对象，但佛教讲到这个三宝它有外在的三宝和内在的三宝。外在的三宝就是佛陀、教法和这些这个圣贤的生前，还有凡夫僧。然后内在的三宝呢，是我们内心的觉悟的本性。所以学习佛法，是因为你们今天坐在这里，你们需要通过我来帮助你认识你自己，而不是说你们来信仰我或者崇拜我，而是说你们通过对这样的一种智慧的学习，最终呢能够认识自己。所以佛教在这个世界的价值，也再一次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，从认识自己到最终成为一个像佛菩萨一样，这么美好的自己。所以我想呢，信仰是这个对人类的意义非常重大。当然，这个信仰呢，我们的这个习主席也讲呢，这个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国家有力量。当然，我想这个信仰呢，应该这里也不只是说宗教信仰，也包括各种主义的信仰，对理想社会建设的信仰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。那么我想这些信仰，它都会帮助我们有一种美好的追求，一种道德的建立，一种慈悲大爱中心的这个建立，能够更有智慧的生活，减少烦恼，包括让每个人如何变得更有道德、更有慈悲大爱，拥有超然的心态等等。我想这个确实是对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。